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听装修的现场讲座。这一集开始就正式进入小李哥主讲的部分咯。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听小李哥为什么会经营装修频道，还有在加拿大的房屋建筑风格到底和在台湾、中国或是香港有什么不同。喜欢小李哥的朋友，请您一定要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谢谢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姓李，好，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李哥。好，那你们也可以叫我 Raider， 那他们都叫我 Raider。那我做装修呢，如果算上台湾的时间，我已经超过10年了。在台湾呢，我是一个木工的师傅，我有拿台湾的乙级木工的牌，台湾的国家考试乙级木工的牌。那待会我们就会介绍到啊，在亚洲国家，好，也就是台湾、中国、香港这3个地方，他们的装修的一些工种的分配，和加拿大的装修的工种分配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呢，来到这边呢，我在这边也拿了这边的牌照，拿完了之后呢，我就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开始正式做装修。那我也是用装修这个方式来移民的，所以呢，我是可以说是从台湾做装修做到这边来。所以经验上呢，不敢说非常的丰富，但是时间是很久的。所以我们碰到的一些状况，那待会呢，大家也可以来问我。那我自己有一个频道，在 YouTube 上面我有一个频道叫做小李哥说装修，在小红书上面当然也有这个频道。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频道，这也关系到装修我们思考的东西。我在加拿大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想到做频道，但是呢，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客人常常会跟我讲什么呢？就是他之前遇到前一个师傅，然后碰到一些装修的种种麻烦。其实有些事情啊，我只能说是双方都没有错，那是一种矛盾。大部分95%以上的装修师傅，95%以上好，甚至我说98%以上大部分装修师傅出来干活，我们一定是希望把工程做完，然后呢拿到薪水，然后回家。好，每个人都一定这样想，没有人希望这个事情做不完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工的人，我们有做工人的认知，屋主有屋主的需求，这2样需求有时候很难达到一个平衡。我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做了这个频道。频道里面主要的内容都是告诉大家，加拿大的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加拿大的法规怎么规定，然后为什么加拿大会订立这样的法规，还有这里的房子到底结构有什么不一样，造成我们在这边做装修有什么地方其实跟台湾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各位既然都是来移民，在国内通常都会有一点点经济的家底，对不对？所以也许你在国内就已经做过装修了，有找人做过装修，那它有一个游戏规则，在这里的游戏规则其实不太一样。那就是因为这2个的文化差异，所以会导致在这边的工人还有客人供客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矛盾。那我希望能够弭平这些矛盾，因为既然不是客人错，也不是师傅的错，那我们弭平这些矛盾，大家了解了就不容易出问题。那再来，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待会会提到会遇到的一些装修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好，那这些不好的事情大家怎么预防？我的频道里面主要的内容都是在介绍这些如何能够预防这些东西。我那边有2维码，如果你可以扫的话，可以扫我频道里面的内容。在小红书上也有我的频道啦，但是大家知道小红书有些时候我们要留言不是很方便，所以既然我们都在加拿大了，还是加入 YouTube 会比较好，内容是一样的。我主要都是在分享装修的知识，这对大家都很有帮助。首先呢，我们来看北美的建筑风格，我们要了解房子。那最主要我们和谁比呢？就是和中国、和台湾、和香港这3个地方比。基本上中国、台湾、香港建筑风格大致一致，主要呢我们叫做 RC 叫做钢筋混凝土。大家讲为什么要钢筋加上混凝土？那就是像我们身体我们要有肉，对不对？要有骨，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只有骨，你要不要一个人？不叫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肉呢，我们就软的像麻糬一样，是不是？所以呢，钢筋就是这个房子的什么 fiber， 也就是它会支撑整个房子。混凝土呢，就是外面让这个钢筋能够辅助，让它更好的、更坚固，然后并且修饰外观的，这叫 RC 建筑。那呢，这边呢，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房子，包括今天这一栋，都跟台湾的盖法都不一样。这一栋应该叫做 SRC， 也就是什么？它是钢骨混凝土。好，它可能外面还是混凝土，但是主要的结构是钢骨。好，待会我会讲这个两个不同。然后呢，主要我们现在人在住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房子，木头的结构的房子。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到木结构还有水泥结构的比较。木结构的房子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木头是最容易取得的材料，尤其在加拿大这种国家，地广人稀，房子的密度不用做太高。加拿大政府也不希望把房子密度做太高，这待会也会讲到。为什么不要做太高？因为人住的多了，密集了，生活品质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你既然土地大，我人住少一点。所以呢，在低密度的建筑结构里面，木头是最好的材料。第一个，它便宜；再来，第二个，施工方便。木材是可以被预制的，也就是说，我今天房子的设计图画好，我不用在现场敲敲打打，我只要把它放到现场就好了。然后在工厂里做好，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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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现场，然后现场我只要组装就好了。所以你说我们加拿大的装修工叫组装工，这个事情我认同。它基本上我们都预制好的东西，只要一块一块组装好就好了。跟各位讲个典故因为我是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神有住一个房子，神住的房子叫圣殿。现在以色列准备盖圣殿，你知道圣殿怎么盖的吗？圣经里面的房子，圣殿是不是在现场盖的？它也在工厂预制好，到现场放而已。所以呢，木结构就是有这个好处，它可以预制，预制就可以节省工资，所以也是省钱。然后呢，再来以强度来讲的话，木结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它抗震。不要看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很容易发生地震的。之后如果要买到保险各位可以把地震险加进去。加拿大是很容易发生地震，木结构最大的防止是地震。不要看加拿大，中国的供电群你看有哪个供电群是震倒的？没有这个供电群。中国供电群都是怎么样？木头的缺点都是烧毁的，木头很容易发生火灾，它不防火，对不对？那你只要来一个闪电，啪，完了，这个供电就完蛋了，对不对？你看我们故宫有很多的宫殿，它都是怎么样烧毁？怎么太和殿都烧毁过，对不对？但是呢，它有没有震倒过？不会有这种事，一定不会震倒。它9级地震来都不会震倒，因为木头它有弹性，它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它等于它的柔韧程度，它可以防震。那水泥结构呢，当然就是相反，它很防火，但是呢，它抗震度就差一点。我们要在房子里面设计很多抗震的结构进去，然后再来，它比较适合做高密度的建筑。也就是说，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主要都是 RC 结构的房子，在这边是木结构的房子。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不同就是这边是低密度的建筑。我刚刚讲过，加拿大不希望一块土地住太多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直接限制，我房子就让你盖一栋房子住4个人而已，住5个人，住一家人，但是它一大块地给你，对不对？这边8000尺的 house， 1万尺的 house 可能住6个人而已。你看那8000尺、1万尺，如果你把它盖成公寓，可以住几户？所以这边是低密度的建筑。那亚洲国家呢，就不用讲了，亚洲国家一定就是空间把它充分利用，能够塞多少人塞多少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装修不要有那个观念，所以这里的房子的设计是不给你住很多人的。我常常遇到那个客人说我要加一套洗衣房，但是我房子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再加洗衣房了，我可不可以把洗衣机放在我的淋浴房里面？他说香港都这样干。拜托别好不好？你一旦这样做了，洗衣机你容易坏，因为这里的洗衣机电器也是它不是这样设计的。第二个，你电路容易出问题，水路也容易出问题，所以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房子的结构不同，关系到我们将来要怎么应用它。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老老实实可能找一个地方，想办法去放那一个洗衣机，会比较实在一点，要去做一个完整的改善。然后再来呢，这里呢新屋我就是拎包入住，也就是这里的房子呢，你新盖好的房子进去呢，厨房好了，厕所好了。那呢，在台湾呢，我们在台湾做装潢的时候，我们进去是什么？进去那房子是空的，
就是水泥墙，什么都没有，我们要进去做所有的东西。所以呢，在台湾我们叫速胚房的交房，也就是房子表层可能连油漆都只有7层底漆，从油漆、木地板，然后呢橱柜什么都要自己做。在台湾做木工最喜欢做什么？最喜欢做衣橱。为什么？因为衣橱报价高，做衣橱、做柜子的这些东西都要现场做。在这边需不需要？不需要，都已经帮你装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再来就是呢，在这边房子的设计安全性是最重要的。我常常听客人讲加拿大的房子做工很差，这我绝不否认。就这边美观不是第一考量，在加拿大房子安全是第一考量，而且不是考量你的安全，先考量什么？先考量别人的安全，对不对？这个公寓你住在里面你一户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但是你一户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别人不能跟着出事。在台湾发生一个叫泸州大火，2个情侣吵架。把自己的单位就不知道是放火还是放瓦斯，就烧起来了。这一烧起来不得了，整栋公寓啪，整个就烧起来。对，然后死了好多人。在这里呢，就要尽量避免这种问题发生。尤其是公寓的设计，不是为着你这一户的设计，是为了全部的设计。所以建筑法院设定主要都是防止安全性，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居住功能要能够维持。也就是说，这里该有的居住功能。就是在房子设计好的当下，就必须要帮你设计好。所以为什么这里它的新屋它是拎包入住，就是厨房要放在哪里，厨房的动线在哪里，厕所的动线在哪里，这些东西都要先帮你预制准备好。那这是这边的居住考量，最后呢才是空间利用。各位一定有发现自己房子有些机灵角，什么叫机灵角？就是有一块半大不小的，柱子与柱子之间，结果呢距离呢大概只有12寸。放柜子呢太小，对不对？放柜子根本就放不进去。对，那你说为什么把它补起来呢？不对啊，这房子空间利用到那边就有一个机灵角，因为它是第3顺位，所以房子一定会有一些角落，你觉得怪怪的。然后最后呢才是美观，那美观就是我们装修师傅的事情。然后再来，这里是模组化施工，刚才也都讲，在台湾呢是什么？是个性化的施工，就是房子呢你要怎么做，你可以自己决定。在这里呢是模组化的施工，就算是你的橱柜，我今天我设计一个橱柜，我们看旁边就有个橱柜，对不对？我们师傅来看，我们就很清楚最旁边的这个高的这个橱柜，这是15寸，然后呢那个水柜呢是30寸的水柜，然后在旁边我都可以告诉你尺寸，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橱柜都是这样，所有的橱柜都是这些尺寸而已。我们现场只要做什么？做这个。宽度我们用这个来调整，只要把旁边的这个美观调整好，你的橱柜就看起来就是定做的。所以它其实都是模组化施工，只是呢这个模组化我们在现场做少量的客制，我们就能符合客人的需要，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在台湾做木工，我们进去什么都不带，材料进了之后进去带一个锯台，所有一切的东西在师傅的脑子里，对不对？我所有都可以按照现场做，我帮你做到严丝合缝。柜子每个柜子的尺寸都不同，在这边不一样，这是建筑风格的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说你师傅，你到现场帮我手工做一个柜子。我告诉你，就算我这个在台湾做过木工的，我现场也很少帮客人手做。为什么？人工太贵了，对不对？你做一个柜子这么多，我会跟你讲你不要啦，你找一找挑一挑 IKEA 买一卖吧。真的，那个价钱差太多，这个是风格上的差异导致。因为影片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听到这边。看完今天影片，您对加拿大房屋建筑的风格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吗？如果您知道更多房屋建筑的相关知识，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下一集我们再接着来听加拿大装修业的文化和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最后祝你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拜拜。